的海军哦，他们也有一些登陆的舰队哦，我们看到包含071型哦，他们甚至以花莲作为一个可能登陆哦。所以，对这种讯息看起来，中共不断的丢出许多台湾到处都可以登陆，这部分钟校您怎么看待？这个呢是中共做的一个假动作，是个虚张声势啊。你想想071登陆舰，它2万多吨的啊，它要是绕到台湾的东部来，那么这么长的航道，就台湾的潜艇都可以把它击落了。他根本就绕不过来，他到这来就跟刚才讲的是什么轰20，给那个飞机加油，也是把触角引到台湾这边来，台湾的东部这一块来。现在美中双方的对抗呢，它模式是这样的，美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中共的军事包围啊，它整个周边国家。这个中共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呢，中共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实际上，它是来解南海之围。中共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制定了这个封锁台湾作战预案。一开始的话是潜艇封锁，是吧？后来航空兵够了，就航空兵不封锁。从地域上来说，从台湾海峡到台湾的西南角，那要想对台湾完成这个对台湾这个封锁呢，360度呢，他现在需要把兵力延伸到台湾东部来。实际上，军队解放军也清楚，东部根本就形不成战斗力。你这个071这个登陆舰，没等你到东边来，真的要打起来，没谁敢开过来。那上面装了很多装备，还有这个陆战队的士兵，他不敢来。所以呢，他现在做的呢是假动作，根本就不是说实际上他要控制台湾东部。但是他现在要这么做，台湾嘛，是美中斗争的军事斗争的一个棋子，大家都在围绕着台湾在做文章而已，就是双方各有企图。实际上，中共是没有能力我刚才讲是没有能力到台湾东部来耀武扬威的。是，谢谢姚忠孝。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看到隶属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哦，就是 USCC 这个单位。那当然，里面的报告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如何能认为说这个中共他的武力会崛起为什么有机会来这个对于攻打台湾，甚至占领台湾哦？所以大家就很好奇问说，那他的评估报告里面到底谈了所谓的解放军哪些的优势？当然，如果说他有机会来攻台，那当然是代表这个中华民国国军哦也面临到一些劣势哦。就这个报告里面的这些内容，我不知道忠孝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我认为，台湾方面最主要重视中共的封锁问题封锁台湾，让台湾人这个人心惶惶渗透弄这些东西。所以，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共会加强对台湾的封锁。您刚才讲到这个优势和这个双方的优劣势，那中共这个共军的这个优势呢有这么几点一个是它的规模优势，它数量庞大，确实是很庞大它的海军的舰艇都超过美国了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出来。第二个是它的地利优势，第三个是它的导弹优势。除此以外，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渗透但是现在渗透看样子也不起作用了。它最大的能力，它最能发挥的东西，它并不是要到第二岛链有所作为，它会对台湾封锁，加大对台湾封锁，导弹封锁，舰艇封锁，飞机封锁，将来还会布雷。它目前它的优势只能集中在这一方面，对台湾的封锁方面。封锁台湾作战预案的核心的一点就叫保交破交
双方围绕着交通线在博弈。你中共封锁台湾的目的是切断台湾与外界的联系，那么美军和日军需要做的就是保护这个交通线，不让中共360度全方位封锁台湾。所以将来有一段时间，他会在台湾的东面有所作为，因为台湾海峡这一块，他不需要加大多少兵力，他的岸基兵力就够了。所以将来有一段时间会在台湾的东部进行博弈，就是保交破交，保护交通线和破坏交通线。这3到5年是这个中共的主要的这个作战手段和方向，就是台湾东部的保交破交。台湾的优势在哪里呢？台湾的优势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的民主政治，它的普世价值。就因为这个，它在2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就是得到了全世界民主国家大部分国家的支持和协防，这是大家认可到台湾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要是台湾要是个独裁制度，就没人去帮你的，对吧？台湾要坚守住自己这种最有价值的这种优势。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对中共的这个军心和民心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队国家化和策反他们的一些工作，效果非常好。中共的弱点，最大的弱点其实在他们的军心不稳、政党内斗啊。那么台湾的优势也就是中共的劣势啊。还有几点我想提醒一下啊。如果中共要打台湾，当他发射第一枚导弹打向台湾岛的时候，台湾朋友们不能犹豫，只要他打响第一枪，台湾就应该用这个源头打击，摧毁他的对台湾的威胁的海空军基地和火箭军基地。你这时候还击他，你是正义的作战，你这个正义的作战会至少美国、日本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包括很多的国家了，就会支持你。有的国家也有可能没有能力去介入台湾的这个作战，但可以在经济制裁啊各方面呢进行对他施加压力啊。所以说呢，台湾一定不能犹豫，他只要对你打第一枪，你必须要还击他，你不要等着他把你把你这个机场码头都炸掉了以后，你还在那里抱有幻想。习近平在军队的在中共军队里面多次提过丢掉幻想准备打仗。我觉得这句话也适合于台湾的朋友们，台湾的军队，你们也要丢掉幻想准备打仗。这是主要的在这个战术手段上要有这样的。第二个就是台湾军民要有同仇敌忾的这种气势，两军相遇勇者胜。你们这个众志成城死守台湾，这是对中共的最大的威胁。你不需要说你要跟中共要打仗，你的军队的数量小，但是你也要有坚如磐石的这种决心。你的决心坚定起到了2个作用，刚才我就讲了，一个是让盟军看到你们誓死保卫自己家园的这个决心，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信心，别的国家才会去帮你，你自己要没信心的就完蛋了。另外，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让共军看到这个也是望而却步。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台湾的朋友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这个军队的规模小，跟中共打不赢，或者还有的人说
解放军一过来他就投降，这个话不能说。政治站在你们这一边，朋友都在你们这一边。你台湾现在你的源头打击能力也不是很差的，你只要给他的这个沿海的一个机场码头给一个摧毁性的打击，美日联军一始动起来，他海空军不经打的。所以你要从这方面要看得出来，台湾的优势实际上是你的坚定的守卫台湾的这种信心和决心，不在于你军队有多少。